苏丹空军有可能会采购中国的歼十 CE 战斗机。与巴铁一样，苏丹之所以看上歼十，其要对抗的目标也是法国的阵风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来自苏丹官方的消息，他们将采购中国的歼十 CE 战斗机作为该国空军的优先项目。如果此事成真，那么苏丹将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购买中国歼十 CE 战机的国家。在此之前，苏丹空军曾先后采购过中国的歼七战机、K8 中级教练机，最近呢又引进了6架 FTC 2000G 高级教练机。而有消息称，苏丹这次有可能从中国引进12架歼十 CE 战斗机。而苏丹在买了歼十 CE 以后，也将成为非洲第二个拥有有源相顺雷达战斗机的国家。原先在非洲，只有埃及空军装备的阵风战斗机安装了有源相顺雷达。前一段时间，巴基斯坦方面就宣布要追加35架中国的歼十 CE 战斗机的订单，这也意味着巴铁装备的歼十 CE 的数量将达到60架，最终呢有可能达到90架。如果这些交易都是真的，那它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的歼十 CE 已经打开了外销市场。苏丹空军的潜在敌人有埃及的阵风战机、沙特的 F-15S 重型战斗机、埃塞俄比亚空军的苏27战机。在2020年埃塞俄比亚内战爆发之前，苏丹空军的最主要的对手是埃及空军，而苏丹过去的主战装备呢，都是一些老旧的米格29和米格21、米格23战机，显然他们缺乏对抗潜在对手的能力。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苏丹空军宣布放弃采购苏35和苏30的计划，这也意味着歼十 CE 的出口迎来了一个新的契机。要注意，巴基斯坦空军采购歼十 CE 是为了对付印度空军所装备的阵风战斗机，而苏丹空军采购歼十 CE 其目的可能也是用于对抗阵风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苏丹空军采购了中国的歼十 CE 之后，它有实力对抗美国的 F-15S 和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吗？那么其答案应该说还在巴基斯坦空军那边，因为巴基斯坦空军对美式战机比较熟悉，因为该国的空军以前就装备过 F-16的系列战斗机，而巴基斯坦空军对 F-15呢也不陌生，因为他们经常和中东的一些国家展开联合演训。那么许多中东国家主力战机就是 F-15。那么 F-15是美军曾经大量装备的主力制空战斗机，该机的特点是机载设备比较好，武器的射程比较远，因此适合执行制空作战任务。而近年来，很多中东国家都陆续从欧洲引进阵风和台风战斗机。那么这两款号称是3代半的战斗机，可以说确实是有优势。一个，他们的雷达以及航电系统比较先进；第二，这两款战机都采用了压式气动布局和推动比较高的涡扇发动机，无论是超视距空战还是近距格斗，都占有一定优势。那么歼十 CE 能够和他们对抗吗？而这一点呢，巴基斯坦空军通过和中东国家的联合演训，对阵风战斗机已经有所了解，因此他们才会向中国采购歼十 CE。从气动布局的角度讲，歼十 CE 和阵风、台风差不太多，都用的是压式气动布局，而且呢，它和台风一样，也采用的是辅助进气方案。如果说飞行性能双方差不太多的话，那就要看机载航电系统和武器系统了。而歼十 CE 在这方面是具有一定优势的。首先，它采用的是有源相顺雷达，再加上歼十 CE 在外形设计上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，比如说棒式进造、斜切式的雷达罩，从而使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大幅度减小。那么在先敌发现、先敌攻击方面，
歼十 CE 可能就会占据一定的优势。中国研发的歼十 CE 是完全可以和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研发的3代或者3代半战斗机相抗衡的。因此说，苏丹空军从中国引进歼十 CE 战斗机是一个相当合理的选择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